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说怎么样使用这个 TensorFlow 的这个框架来去建构我们的这个类神经网络。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一下哦，在 TensorFlow 里面呢，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TF Keras 的这个 API 来去建构我们的类神经网络啊。那 TF Keras 的 API 提供多种预先建立好的类神经网络模型，基本上可以让我们直接下去做实用。好，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直接使用它的这个自定义类神经网络模型来去设计我们的类神经网络模型哦。好。那在我们这个案例里面呢，我们就是先宣告了一个 model。那这个 model 呢，我们通过 TF 的 Keras 的这个 models 里面的这个 sequential， 这 sequential 指的就是这个序列模型。在里面呢，我们制作了2层啊。第一层呢，就是我们这个输入层。输入层呢，因为我们在我们这个手写的这个资料集里面呢，它是2828784嘛，所以我们输入端呢总共有784个神经元。好，接下来呢，我们的输出端呢是10个神经元，所以我们就做 dense 10个。好，所以呢，它就把784跟这个10个神经元直接把它连接在一起。好，所以呢，我怎么知道说，它这个连接的这个效果呢，跟我预期的是相同的？好，这个时候你可以使用这个 model 的 summary 去把它的这个模型的摘要把它去做下去做输出。好，那在下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这个地方呢，它的那个 dense 3就是说它已经到了这个比较尾端这个地方了，它上面你可以看到它 output 的形状是10，就表示说它这个地方呢，连接层已经连到它这个地方，然后它的总参数量呢。这时候我们通常会去算784乘以10的话，应该它的总参数量应该是7840个。好，那我们之前是这样算的，不过我们一直都忘记一件事情了，那个 dense 的实量结果自己要加上去，它自己也是参数的一部分了。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就会看到说它的总参数量是7850个就不是7840个了哈。好，这个是如果根据我们之前我们所使用的那个类神经网络模型呢，转换到 TensorFlow 上面呢，它的用法就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种序列模型的设计这里呢，我们有一个叫做这个转换层那这个转换层你也可以把它叫做展平层基本上呢，它就将你的2维资料跟3维资料展平成一个1维资料因为刚才我们说2828784是我们自己算的有时候你拿到那个资料呢，它可能是其他不同的这个尺寸那这个地方呢，通常如果说你要去省去你自己去做计算的话，你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展平的方法那展平的这个方法呢，你直接把你的 input 的形状直接写给它。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使用 TF， 然后呢去新增了这一层，然后我们使用展平方法，然后跟他讲说我这个展平的形状呢 ，input 的形状是2828宽度这个高度也28，所以它会自己去算出那一维的资料应该就是2828784啦它就把784给算出来。好，接下来呢，我们会去做 dense 刚刚在我们前面一页，我们一直没有去介绍 dense 到底是什么意思dense 呢，它是一种转换层用来与上一层的资料下去做连接它是跟上一层就是说我们的 dense 是我们现在设定的那一个那个资料层，然后呢，它会跟前面的权重全部把它连在一起。虽然我们的讲法都是前面往后面连不过它在这边的概念是你设计好出来的那一个神经元设计的那一层，它会跟前面的那个前面的那一层下去做相连所以 dense 层呢，它会将输入的神经元与权重的矩阵相乘并且加上一个偏移量偏移量我们都一直都没有特别下去讲我们那个偏移量的目的就是避免它出现这个计算完出现零这个出现零的话，如果它这个权重上面刚好遇到零乘完之后它就变成零嘛，那这乘完变成零的话，比如说它这个零一直往下送到最后都会变成零，所以它就会加上一个这个自偏量来去做一些这个微调跟修正。好，那在这个地方呢也是一样，我们建构好这个 sequential 之后呢，我们使用这个展平把这个2828放进去，然后呢下一层呢，我们直接把它dense成10个结果。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在摘要上面呢，是不是还是总参数量是7850没有错它在它的展平层呢，基本上它 input 它是没有的它基本上就是在 output 的这个形状里面，它基本上有2维资料第一维资料你看到它是没东西它就直接是来到了784。好，这784呢，基本上它是没有带参数量的没有带参数量。接下来你在 dense 的它那个10个结果里面呢，它就会把你原本的784乘上10就变7840再加上它的 dense 10个结果了，所以它总参数量就来到7850。好，所以这个设计方式跟刚刚上面的那个设计方式基本上是一样的，不过这个会比较常用前面那个 input 的是我们还要自己下去做计算在这里就不用这个你直接把你要的形状直接送给他就帮你把2维也好啦3维也好，以后可能有更多维基本上全部直接展平成1维资料。那
这个模型呢，假设你现在设计好之后呢，它应该要怎么下去做训练？在 TensorFlow 里面呢，也是一样，我们使用这个 TF-Keras 里面的 API 来去训练我们的类神经网络哈。在它里面呢，它也是一样提供多种训练方式啊，然后你可以在里面去挑一个合适的方式哈。那在训练之前，我们必须要先去编译模型。奇怪，这个程式呢，这个编译好像是这个程式写完下去做编译的。不过这里的编译啊，基本上它是编译模型，不是去编译那个程式码。那它实际上它指的是说，在这个模型里面去选用你的最佳化方法以及你的损失函数的计算方式。好，那它的 compile 的这个方法怎么去做啊？基本上就是 model， 然后去点上你的 compile， 然后去决定你的最佳化方法。哦，那例如说我们现在最常用的是用 ADAN， 然后呢这个 loss function 的计算方式呢，你可能会采用 NSE， 然后呢这个额外的补充资料在这里我们就是设定准确，这个可给可不给啊。不过我们习惯上会去看一下它的那个准确值，好像目前的这个计算的状况到底好不好啦。好，然后当你决定好最佳化方法是跟你的损失函数之后，你就可以开始下去做计算了。那这个这个训练的方式就是直接 model fit， 只是说你在 fit 的时候呢，你要把你的这个圈链 data 放进去，所以呢，你就要把你的输入端以及输入端，也就是说把你的问题以及跟答案放进去啊，在这个地方呢，它就是 x data 跟 y data， 对应到我们这个地方就是 x 圈领跟 y 圈领。好，那除此之外呢，这个 epoch 呢，通常你根据你实际上的需求下去做设定。如果你只是那个要稍微跑一下试看看通常 epoch 会先设定2个啊。那如果说你资料量比较小的话，基本上你可以先跑个10次。好，这个10次跑完之后，你觉得它成效不错的话，就可以跑100次，跑1000次让它跑到这个损失函数的这个你的这个预期的值跟你的实际值来到一个理想的这个最佳数值那我们才会去做这个训练的停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最佳化方法在我们这个 TensorFlow 里面，它提供哪些方式我这边要简单列几个第一个呢是 ADAN，ADAN 的演算法，它是一个具有良好的收敛性跟稳定性，也就是说，你在第一次去做这个有关这个 Hello World 的这个模型下去做训练的话，你在不知道要挑哪一个方法之前呢，通常你可以去选 ADAN。那为什么会列这个因为呢，在我们前面自己所设计的类神经网络，你如果要使用 ADAN 的话，怎么做基本上你要自己把那个方法给写出来。这之前大家可能已经练习过一次了。这个地方呢，它这个方法它已经帮你准备好，你只要把 ADAN 这4个字母把它写进去，它就知道你要采用 ADAN 的处理方式。好，另外呢是 SGD，SGD 演算法它是另外一种简单且有效最佳化方法。也就是说，如果 ADAN 的效果你觉得它不是很理想。你想要换另一种方式，我们在前面的这个介绍里面就变成你要自己想办法把 SGD 的这个程式码写出来在 TensorFlow 里面它帮你准备好，你就直接使用 SGD 它就会直接用 SGD 的这个演算法帮你去这个跑一次在跑的过程中，基本上你就去做分析说它这次跑出来效果到底好不好那除了这2个之外我们还有什么 NRSPROP 的这个演算法它也是一样具有良好的收敛性跟稳定性的。那其实你在跑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哪个比较好，没关系一项一项试因为这个不像我们这之前你如果想试一样东西呢，你那演算法这个方法你要自己写，写出来基本上非常辛苦这个公式有时候自己在写，自己在把这个公式转换成程式码的时候，这个有时候还会不小心写错就觉得说奇怪，效果怎么不如预期那个程式码经过多次检查的时候，才发现说我有个地方这个参照公式的时候不小心写错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什么 ADAG RAD或者是什么 ADAD ELTA 这种不同的这个演算法基本上你可以根据你实际上运用有时候例如说你用 ADA， 你发现说它怎么这样学半天的这个我们原本表定上面讲说这个收敛性跟稳定性很好它就是不会收敛就不会收敛这时候怎么办一项试你可以换 SGD SGD 如果没有什么效果的话，你就换这个 NRSROP就一项试总是会有一个方法会是不错的啦如果你发现说你手上有的手牌全部都试完之后效果还是不是那么好的话，可能你要改变一下你的模型你就必须要去换模型好，这个是最佳化方法。损失函数呢也是一样损失函数呢，你的 loss 值我们原本讲 loss 值的目的是什么？它是用来去评估说你的这个估计值跟你的实际值就是说它计算出来的这个预测的值跟你实际上的标准答案到底落差有多少这个方法这个 NSE 之前我们已经用过应该说自己手动的刻了一个刻了一个那它这基本上它是适用于回归问题，你只要你的问题是面向于回归问题的话，你可以使用 NSE 下去做那除了 NSE 你也可以用 NAE NAE 也基本上也可以做或者是使用 CE 或者 HINGE 或者 HUBE 它有用在回归上面，也有用在分类上面你根据你实际上这个期望的运用方式下去试不过通常我在目前遇到了只要是回归问题通常都是用 NSE， 因为 NSE 基本上
我们的看法就是这个数字越小的话数字越贴近于零的话，它的效果越好。可是有时候有一些人他可能会希望他用百分比的方式去显示他的损失函数。用百分比的这个显示损失函数呢，它基本上就是介于0到1之间。比如说最糟糕的话大概是 0.9 0.9 基本上就不是很好。那他基本上会希望它是来到 0.1 或是 0.1 比 0.1 更小那个就是用百分比的方式下去看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损失函数啦。那如果是 NS1 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个小数点能多小就多小，是吧？0.000几到这个小数点第7位、第8位好，反正就是根据你的个人的实际上运用的习惯下去挑选你的损失函数。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怎么样实际上来进行这个序列模型的别一个训练好，那在一些简单的或者试验性的模型当中我们可以使用最简单的这个最佳化方法跟损失函数。例如最佳化方式我们就直接选 ADAN 那 loss function 呢我们就直接使用 NS1。好，那要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必须要使用 fit 这个方法然后帮你的这个模型下去做这个变异那这个时候呢在这个 fit 的时候，前面的那个是 compile 啦前面那个是 compile， 下面这个 fit 呢就是你要把你的训练的资料输入值 x training 以及它的输出值y training 把它放下去那 y training 的这个输出为什么这个时候再放进去？因为呢它训练完之后它会有个结果嘛，那个叫预测值。它必须跟你的实际上的这个输出值它真正的标准答案下去用 loss function 下去算它们之间的误差到底有多少，算出来那个误差呢，就是你要去做修正的。它修正是修正什么？修正就是修正权重回去修正权重。那个回去修正权重的方法，就是看你那个最佳化方法到底是选了哪一套方式啦那在训练的过程中呢你就可以根据你的 epoch可以从最小的训练次数开始进行了那个训练过程中如果有显著的成效的时候你才去增加你的训练次数那我们直接在这个 Colab 上面看一下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刚才已经有看过了以 ANIST 为例如果你现在要去做一个简单的 sequential 的话，那我们就直接先设定，因为我们在我们 ANIST 它的图像是28×28，282874，所以我们 input 就是784。然后它输出的那一端呢就应该说它的下一层下一层我们要 dense 出10个结果这个 dense 10的意思呢就是它会往前面去连接它会去连接前面的784全部把它连接在一起它连接的过程中不要忘记了它是有权重的它是有权重的那我怎么知道它的模型到底做得好不好？来我们看一下 model summary 把它 print 出来等它一下好，这个时候你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它这个 dense 的这个10的结果往前面下去连所以它是784乘以10是7840个，再加上它自己10个神经元所以它的总参数量这里有一个 total 7850就是7850。好，那另外一个呢，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说如果我们不想要自己去算那什么2828784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要做很久才知道2828784如果你是19201080的话到底是多少？那计算机要自己按一下了。好，所以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直接跟他讲说我的 input 的形状可能是什么1024×768 1280×720或是1920×1080好 input 的形状给他，然后呢用它的方法是什么？展屏就是你不管你的资料维度到底是2维也好或是3维也好放到那个展屏里面它会直接帮你做成1维，帮你做成1维。好，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在这个 sequential 里面呢1维完成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是让这个 dense 10让它连接上去让它的 dense 10连接上去，所以呢它就变成什么2828784它会做出一层出来，然后呢再让这个 dense 10往前面去做连接不过我们现在习惯都还是从前面往后看不过在它这边的 dense 呢是你的那一层建立好之后，它会全部往前连因为毕竟你模型它必须是一个完整的这个序列好，那我们看一下好这个地方呢它这个连接完之后，你就可以看到目前在这个展屏层里面它是784个这784个列出来之后呢它需不需要参数量？它没有参数量没有参数量，参数量在谁身上？在那个权重身上好，然后接下来你这个电池的10个结果呢，基本上这10个结果就会往前面784把全部连起来，所以你就是784乘以10就是7844个不要忘记电池的那个10个结果它自己本身要去记录它的那个加总值所以呢7840个加上10个结果就是7850个总 total 它的总 total 的这个总参数量就是7850个这个模型呢，这总参数量基本上都算是非常非常小啦，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多应成我们现在比较知名的 GPT 的模型它都是用几亿在算1亿、2亿、3亿用亿的数量，所以这个东西呢能不能直接搬到你的手机上面去跑目前还不行不过呢，现在目前这个开发者科学家目前都还在努力让我们这个
晶片哦，可以一次跑这么多的参数量哦。好，来，当我们的模型确定好之后，模型确定好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训练我们的这个模型啊。不过在训练之前呢，要先去做编译所以不会做编译的话，就是 model 去做 compile 我们现在目前学几样东西第一个，建构我们的 model 使用 screenshot。然后呢，这个模型到底有没有顺利如你所预期的下去做建构的话，那就是 model summary model summary 之后呢，看得出来，看完你这个摘要没什么问题之后呢，你就要使用 compile 去决定的最佳化函数以及你的损失函数。好，那最佳化函数呢，我们这里采用 ADAN， 然后损失函数使用 NSE。然后你看你要不要去加一些额外的参考值就是它在处理的过程中，它会去吐一些资料这个地方呢，我们就选用，我们就要去看一些准确值。好，这个地方 compile 没有问题，就是你决定好你的方法之后呢，最后呢，你就是使用 fit。fit 就是你要把你正确的资料带进去我们这边呢，基本上就是 data set。我们前面有讲过嘛 ，data set 看你要不要去切这个所谓的training data 跟你的这个 test data。好，你这个 data 出来之后呢，记得你会有所谓的问题以及答案就是这个 x 的部分跟 y 的部分，在这个地方呢，就是 x training 跟 y training。最后呢，就是你要决定，你的这个考古题你这份试卷到底要让它跑几次？这个就是你要训练的4代就让看它跑几次好。那我们这个单元呢，就先讲到这个地方。